还是有一些风格的衣服吧。对，就是我会去尝试一些跟我平时穿搭可能不太接近的衣服，但是其实穿出来还是感觉还是很好看。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觉得。我和小马哥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比较挑战的是，因为可能要打破以往我对自我判断的那个舒适区啊，在服装啊、发型啊、妆容啊，或者说是拍照的动作、姿势上面，都会跟以往我们两个选择在平台上跟大家呈现的会有一些不同。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塞，哇哦，很简单。就他帮我挡酒的时候很帅。这是因为我本人酒量就是并不怎么样，就是也不太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有人帮我挡酒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帅。他沉默了，我在思考。2000 years later， 就拿前几天来说吧，前几天的一个事情，就是我陪小贺回了趟他的大学，然后是他载着我，他有一个小电驴，一个小的那种电瓶车，然后当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逛校园了，然后介绍了他平时的上课的路线。我的生活，对，所有的生活，生活轨迹，上课的路线啊，平时会待在哪一个操场啊，干嘛呀之类的，上学要走哪条路啊？对。然后我在你后座上，你认真的在给我介绍的这个的时候，真的是真的吗？真的是很帅的。遗憾啊，本科毕业了，没有机会带你再逛一遍校园。但虽然就没看到你的那个正脸啊，因为都在后面，看到你那个天鹅颈了。谢谢。是这段。OK， 这个时刻吧，这个我认可。我觉得很好啊，真的。首先是觉得他们很聪明，很有才华，能想出来这么合适的、这么吉祥，对，寓意这么好的名字。然后其次是觉得这个名字太酷了，就是说中了我想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家致富起来。其实是因为小贺是第一次演戏，他就抛除了所有技巧，就你很多的戏份，所有的戏份都是靠你一点一点带入你自己的角色里去体现的，所以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那个真情实感。就是没有技巧，纯是靠真的把自己全是感情，就纯粹的把自己带入进去。这一点是在我以前的合作的演员里面是没有体会过的，全部都是真情实感，很少。我的荣幸。一定要说的话，因为我在戏里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角色需要去揣摩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表演的过程里面，从我的内心或者角色内心怎么去区分开来两种其实是不一样的情感，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跟不同的两个人去演这个的时候，心里也一直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怎么去区分两段看似可能有点雷同，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感，这个对我来讲会稍微有一点挑战性。在我们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戏份拍摄结束之后，然后我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因为就像小马哥说的一样，我是第一次拍戏，所以对很多东西我一开始是非常忐忑的，然后其实也不太自信，但是因为因为就是大家一直在帮我带入，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帅哥哈，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让我去相信让我去体会角色的这个感情的时候，然后拍完了我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
发现那个片段还不错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啊，选对了，该来，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其实是在，也是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戏份吧。因为当时之前排练的时候是会排练这些戏份的，然后到了真拍的时候就会更熟悉。但是经过了场景和道具啊任何东西的加持之后，我会觉得我进入角色真的变得更容易了一些，然后会带入更多的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演好这场戏，对于我来说也是有提升的，有很大的提升。因为通过这部戏我会学会了，就是我对于角色带入角色的感情的这一件事情会更有所提升。我先说吧，你先说。就是有一场是我们就有一场吵架的戏份啊，是我做了红烧肉那一场，就是他当时甩那个筷子，一场分手戏，一场分手戏。然后很搞笑的是，他甩那个筷子的时候，要加上那个面部表情。好，我们给大家学一下，来，3、2、1，你还得撇一撇嘴啊，再来一次，3，我看你对不对来？你撇的有点可爱了，你当时可不是这么，你当时撇的很那个什么，凶猛，我再来一次，很凶猛。3、2、1，我们一起啊！哎，不，我要看你，我看对不对？3、2、1，不行，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是那场戏了，那场戏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好。详细的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找片段看啊。啊，对。我其实觉得绝大多数的感情戏，我都会觉得他演的都非常好，就是眼神啊，包括肢体语言，都会让我能够更加进入到那个角色的环境里面。还是像刚刚小法哥说的，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拍摄经验，所以对演戏这个事情，更多的还是要靠去体验，去相信。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走进一个可能和自己一本小说世界嘛，怎么走进这个小说世界里的故事，这个人物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是因为他每一场戏都演得非常好，过奖了。绝大部分的感情戏就是都能让我很快的带入到这个场景的情境里，所以最后能够擦出一些火花吧。所以我还是觉得，绝大部分的感情戏。